嗨，你好，我是莹莹。那第15届全国大选提名日呢，已经是在11月5号的时候进行了。马来西亚正式进入14天的竞选期。各位马来西亚选民，你们还是对大选很无感吗？那今天的这一集呢，你就一定要看了，因为我们帮你们整理了这一次的焦点选区，还有王者议席。或许呢，你就会开始感受到这一场选举紧张刺激的气氛喽。马上开始吧。实际上呢，第15届全国大选呢，确实是竞选最激烈的一次马来西亚选举。因为除了是选民大幅度增加之外，今年的候选人也特别的多。根据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呢，这一次呢，应该有945人成功提名去竞选全国222个国会议席，而当中呢，独立候选人就有多达108人，创下马来西亚选举历史上参选人数最多的纪录，是不是非常的精彩丽？那其实呢，这个情况是可以预见的，因为以西马的情况来看啊，如果同一个选区之内同时出现国阵、国盟、西盟还有斗士党的候选人，那么选区至少就会出现4角战，再加上西渡的人民复兴党、沙盟还有马来西亚全民党、独立人士等等的参与呢，就会形成了竞争激烈的多角战。那今天呢，荧光笔就要为你精心挑选10大焦点选区，让你能够更加轻松地掌握这一次的选举看点，很刺激啊！首先来关注 P1158都国席，这个议席呢是这一次选举当中最多人角逐的议席，还上演了师徒之战啊！角逐这个议席的呢，除了有公正党原任委员巴拉卡兰之外呢，还有来自国政、国盟、明星党、人民党和斗士党的代表出战，还不止哦，另外还有4名的独立人士，包括了人权律师西蒂卡辛、网红诺法迪亚、杜永庆，还有备受瞩目的蔡天强。那实际上呢，从2004年的大选开始呢，蔡天强就代表公正党出战上阵巴都国席。第一次的这个出战呢是败北的，但是呢，2008年大选呢就借着政治海啸的东风拿下了巴都。那之后呢，连续3届出任巴都国会议员。2018年的大选呢，他因为辱警罪呢罪成，罚款2000令吉，而被选举委员会取消了这个参选资格。后来宣布支持独立候选人巴拉卡兰夺下了巴都。那这一次呢，他再战巴都。和巴拉卡兰呢，无法避免就有这个师徒的恶斗了。那所以呢，这一个部分呢，就是媒体非常关注的焦点。然而，作为公正党前副主席的蔡天强决定参选之后呢，就已经确定会失去公正党的党籍，而党主席安华呢，也对此表示失望。西盟原本的代表呢不获委任，而决定用独立候选人身份上阵的情况还不只是蔡天强哦，在选情激烈的彭亨也有相同的情况。在 P089 文东，原任国会议员王德不获行动党委任，决定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上阵对垒西盟代表，也是原任的吉打州议员雪夫拉。然而，在文东这里呢，最强悍的还是国政的马华前总会长廖中来，因为文东呢一直以来都是廖中来的政治老巢啊。他从1999年开始呢，就连续4届担任文东国会议员。在提名日开始之前呢，当地甚至还出现了许多横幅，写着“只要廖中来，不要别人来”啊，有点押韵啊，蛮可爱的。那实际上呢，就算是在2018年全国大选大吹反风的情况之下呢，黄德当时也只是以2032张的多数票微差险胜廖中来，再加上呢这一次呢王德是以独立人士上阵，增添了很多的不确定性。那文东呢绝对是这一次选举值得关注的焦点选区。另外呢，上演师徒之战的还不只是巴都哦，吉隆坡的俄麦呢也同样的上演了师徒厮杀，被视为是喜来登政变幕后黑手的青蛙阿兹敏信心满满，披着国盟的战甲留守园区。那希望联盟呢，则是派出了徒弟，也就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希望能够达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效果。这一场仗呢，对2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对阿兹敏来说，这是测试当地选民对他的支持度；那对阿米来说呢，则是一场硬仗，因为这一仗的胜负不仅是关系到西盟是否可以重夺叛徒的选区，还可能会影响到阿米本身雪州州务大臣的地位。
那说到青蛙选区呢，就不能够不看安邦了。那原任国会议员祖莱达这一次呢，是以全民党的旗帜上阵，那对垒的是公正党的妇女组主席罗兹雅和马华的候选人刘义文。除此之外呢，早前退行动党的莲花院州议员黎维昌，这一次呢也代表着民兴党参战安邦国会议席。那这个选区呢，也是继八都之后呢最多人角逐的议席。好，那接下来呢，还要关注的焦点选区还有这个彭亨的劳务了。这一仗呢，可以说是马华和行动党的中生代之役。为什么呢？那这个选区在1978年到2013年期间呢，一直都是马华的囊中物，直到2013年呢才被行动党攻陷。只是就算是2018年，原任国会议员东姑祖布里呢，也只是以3159张多数票险胜马华的周美芬。那这一次呢，马华再次派出大将，也就是总秘书张胜文，对垒一直来为当地猫山王小农争取权益的原任都赖州议员周宇辉，可以说是相当的有看点。那说到彭亨呢，就不得不提现在沦为阶下囚的前首相纳吉了。虽然呢，早前一直有传闻说纳吉的国会议席会由他的儿子或者是他的女儿代替父亲披甲上阵，但是国政最后呢，还是以纳吉的前助理，也就是原任波拉姆在野州议员莫莫普兹取代入狱的前首相纳吉，前往北根国会选区守土。他将会对垒的是希望联盟的莫哈默纳因。那究竟在纳吉入狱之后呢，没有 Boss库坐镇的情况之下，西蒙有没有机会趁虚而入呢？这部分大家也是可以关注一下的。接着呢，就是雪州的双溪毛诺了。众所周知，这一次的巫统内斗当中呢，有许多当官派的议员呢都是落马的，没有机会再次上阵。而当中呢，就包括了安努亚穆沙、沙西旦、扎西迪等人。原任的卫生部长凯里这一次呢，也让出了自己坐镇多年的森美兰林茂国会议席给巫统老二穆哈默哈山，他自己呢则被逼转战西蒙堡垒区双溪毛诺。于此呢，西蒙也换将，由拉马南来迎战来势汹汹的凯里。究竟凯里过去在卫生部备受肯定的表现，能不能够助攻他的双溪毛诺之役呢？而究竟谁又能够从七角大混战当中脱颖而出呢？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选区。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雪州国会议席呢，就是瓜拉雪兰莪了。这一次呢，国政派出了原任财政部部长东姑扎夫鲁对垒希望联盟的前卫生部长祖基菲里，可以说是非常标准的强强对决。那也有人将这个席位之间的竞争视为是雪州州选举的前哨战。那在南马方面呢，大家或许可以关注一下亚洲大陆最南端的丹戎比艾国会议席。在这里上阵的马华候选人黄日升呢，在这个选区其实盘根多时了。从2008年开始呢，就在当地担任国会议员。那虽然在2018年大吹反风的时候呢，是以524张多数票输给了来自西蒙的对手，可是，在2019年的补选的时候，他又以15086张票强势回归，足以见得他在当地的社区经营哦。那这一次呢，他要面对的对手呢，是来自民统党的年轻候选人林伟杰，再加上温蒂18，年轻选民的阻力到底鹿死谁手呢？是非常值得观察的。那我们挑选的最后一个焦点选区呢，是玻璃市亚楼国席。这个国会议席呢，一直以来都是巫统的堡垒区。原任国会议员沙西旦呢，从2013年开始就在当地担任国会议员，就连2018年的时候呢，也是依然稳如泰山。但是沙西旦这一次呢，因为巫统全斗落马，改披国盟的这个战甲上阵，直接对垒国政的代表罗扎比尔和希望联盟的法丁阿美利亚，直接把巫统的内斗搬上了台面。那看了这10个焦点选区，你有没有开始可以 feel 到第15届的这个全国选举的精彩刺激了呢？还没有结束哦。OK， 接下来呢，我们要带你呢快速的来浏览王者议席，来看看各党的领导人都上阵哪一些选区。其实这一次的王者议席呢，相较于2018年而言呢，并没有太多的竞争和悬念，因为各党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回到自己的选区去上阵的。国政方面，巫统主席阿莫扎西依然是回到了霹雳巴眼拿督国席上阵，对垒公正党宣传三苏伊斯干达。老二莫哈默哈山呢，则是取代凯里上阵林茂，对垒希望联盟的候选人祖菲特利和社会主义党的苏迪娜。
那至于看守首相伊斯麦沙比里呢，则是一样呢留守在彭亨的白勒国席。而马华的部分呢，总会长魏家祥依然是驻守在自己的老巢柔佛亚伊旦。那这一次呢，他少了行动党重量级候选人的挑战，可以说是胜券在握哦。那至于国大党方面呢，署理主席沙拉瓦南呢，也是依然留守在霹雳的打巴。希望联盟方面，除了公正党之外呢，其他的政党领袖也是同样驻守在园区的，像是行动党总秘书陆兆福，同样是上阵深美兰芙蓉，面对五角战。诚信党主席莫沙布依然是留守在雪兰莪哥打拉惹。至于民统党主席塞沙迪呢，园区上阵柔佛麻坡。而公正党呢，则是重新的排兵布阵，党主席安华离开森美兰波德森，上阵霹雳打门，硬汉前霹雳州务大臣阿莫法伊莎。而我国的第一任女性前任副首相旺阿兹莎，则是转战吉隆坡敦拉萨镇，将班登国席交回给新上任的署理主席拉菲兹上阵。至于国盟方面呢，党主席慕尤丁依然是上阵柔佛巴俄，斗士党创党人马哈迪也是园区上阵佛罗交易。其实这也是众多焦点选区之一，因为敦马这一次呢，在没有跟任何政党结盟的情况之下，再次上阵接受考验，测试的是这一名领袖的个人风采、对马来西亚政坛的影响力，以及年轻选民对他的观感和支持度。好啦，看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这一次的选举更有 feel 了嘞？其实我们都有观察到，经过我国几次的这个政党轮换，有不少选民可能开始萌生了一种对政治很厌恶或者是很冷感的感觉，甚至不想去参与这一次的大选，不想投票。可是我们会认为呢，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因为毕竟呢，国家的民主进程不会是一步登天，革命也不会一次就成功。投票不单只是每一名马来西亚人的权利，其实也是责任。毕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你对政治很陌生，那可以透过这一次的大选呢，开始慢慢的了解。那如果你不知道啊，突然之间要怎么去评估候选人的能力啊，要怎么去做下明智的选择，投下你手中的一票，那你可以回顾我们之前给大家整理的这个影片，参考我们提供的这个方法。希望呢这一次有这么多的新选民加入呢，然后也可以鼓励到大家呢，更加积极的去参与社会。那最后呢，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你觉得还有哪一些你认为竞争非常激烈或值得留意的选区是我们没有提到的呢？那我们19号约定好一起去投票 ，OK？Please 对了。我们荧光笔呢会在投票的前一周，也就是11月13号呢，在槟城 Hinbus 里面的 CoX 活动空间举办一场叫做想要生活节的全天活动。那在现场呢，除了会有一些互动的活动环节啦，还会有一些探讨想要的马来西亚生活、期待的城市规划和生活空间的一些论坛，邀请你一起来和我们想象我们想要的马来西亚的生活是怎样的，并且呢，一起去期待它的实现。那这是我们呢用7天的时间筹备出来的一个生活节，我是觉得蛮骚的啦。但是呢，我身边真的有蛮多愿意奉陪的疯子来陪我去做这件事情。7天搞一个生活节，很疯狂。那希望你可以来加入我们，我相信会很好玩的。来不来？留言区告诉我们。OK， 详情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描述栏。那好啦，到时见，投票见，想要生活节见。我是莹莹，赶快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人看吧。